房价每年都在翻倍增长时，这个基金经理却要做空房地产。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，他却赌房产市场即将下跌，美国经济也会彻底全国性崩溃。在70年代后期，银行业并不是赚大钱的行业，到处是穷鬼，都是来卖保险的。那时的证券部门就是植物人待的地方，因为大家会把证券当礼物送给你15岁的小屁孩，等到他30了就能拿到100来块钱。直到这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证券交易，他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刘易斯拉涅里，他的影响力比起迈克尔乔丹、iPod、YouTube 视频网站加起来还要大。可能当时的刘易斯还不知道，他其实已经改变了历史，而且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点子。他说，房贷证券或者私营房贷证券背着普通的房贷，固定利率30年还清，简单安全，小笔钱偿还，买家吃房贷利息，这套就叫 MBF。但是如果你把上千个房贷打包起来，忽然回报率上升了，但风险还很小。用通俗点的话来说，就是他们把一些卖不出去的臭鱼烂虾放到一个锅里，熬出的不再是烂鱼，而是新东西。这就是 CDO 债务担保债券。靠着 CDO 这套业务，钱忽然就像下雨一样来了。很快股票和存款都没人考虑了，每年大家都买卖房贷证券，美国人都没注意到金融行业已经成为领头羊。然而能买得起房的人早买了，贷款的人越来越少，于是贪婪的银行把目光投向了穷人，甚至是无业游民。什么人都能通过房贷审核，反正风险会一级一级向下转移。所以美国的房价从2001年开始，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上涨，泡沫就这样诞生了。迈克尔正是在这种打包的 CDO 里发现了秘密。他在数据中发现，美国房地产市场极不稳定，因为刺激贷款已经有很高的风险，并提供越来越少的回报。他预测市场将在2007年第2季度的某个时候崩溃。他告诉投资人他要做空房地产，可投资人认为房地产稳如磐石，根本不信。迈克尔因为从小戴着一个玻璃假眼，所以性格十分孤僻，他不善交流，有时候行为也不修边幅。他知道投资人看不懂数据，自然也懒得解释。迈克尔意识到他可以创建信用违约交换市场，于是他来到银行决定买房贷证券的互换。这种信用违约互换来担保房贷证券不能兑换的情况，让他可以用来与房地产市场对赌，再从中获利。银行看他是想要赌房价下跌，这种情况要有上百万的美国人房贷断供才有可能。在他们看来，住房市场是非常稳固安全的，根本不可能下跌。于是他们问迈克尔要买多少，结果他一开口就要1亿美元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保证理赔。银行人觉得这是大白天撞上了大傻子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交易。看来美国经济已经烂到根里了，10几年的稳定增长让所有人都忘记了风险的存在。接着迈克尔又开始在华尔街疯狂扫荡，德意志银行、花旗银行、美国银行等等，他在各大银行买下相同的证券，买下了13亿美元的保险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疯了，因为他每年要交的保护费就高达9000万美元。这激怒了迈克尔的投资人们，他们认为这是在浪费他们的钱，要求他停止这场对赌。但是迈克尔拒绝了，投资人劳伦斯终于坐不住，当天他就飞到了迈克尔的办公室找他退钱。迈克尔却说，现在的房地产就是泡沫，房贷欺诈，2000年以后翻了5倍，平均收入却没涨，可房价却一直暴涨，意味着房子不再用来住，而是投资品。07年第2季度可调利率就发威了，肯定会出现大批断供，那时他们的房贷投资就能盈利。但劳伦斯此时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觉得迈克尔6年就光是交保费就得全赔光，他要求撤资。但迈克尔说，如果公司的基金资本减少过多，那互换合同就会自动失效，银行就会拿走所有钱，一个子儿都不剩。总之现在不干也得干。这下气的投资人彻底没了脾气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和煎熬，只要房价没有下跌，他就要不断的交巨额保费，于是他只能卖掉一些小基金来维持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基金公司已经从盈利38%跌倒了负19%。可奇怪的是，断供的人越来越多，房价不仅没有下跌，反而还在上升，这说明整个金融系统都在欺诈。这时候迈克尔也开始怀疑自己，但又找不出错在哪里。投资人们每天都会给他发无数封邮件，要求他退钱，并问候他的8辈祖宗。但这时撤资前几年的保费都要打水漂，迈克尔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，他给所有投资人发了邮件，明确说明他们的协议中有规定，当市场出现极端情况时，基金经理可以完全决定自己如何使用。迈克尔明确表示在投资期间禁止撤资。终于真相永远无法掩盖，正如他预言的那样，贷款违约，房子会被银行没收拍卖，增加了房市供给，压低了房价，房子的价值已经跌到比还贷款多，导致很多人干脆不还钱了，房子也不要了，于是房子又被没收进入房市，进一步压低房价，最后房地产崩盘，很多人无家可归，各大银行接连倒闭，各种房贷对冲基金陆续爆仓。此时银行却开始耍赖，不是说系统崩溃就是银行没电，直到1周后才给迈克尔答复，还欺骗他说房贷证券价格没有下跌无法理赔。这下他终于见识到了银行家的无耻，而迈克尔也彻底慌了。在美国买房有多简单，只用一只狗的名字就可以贷款买房，还能把房子租出去赚租金。What's up, man? Hello, I'm surveying mortgage owners who are over 90 days delinquent. I'm looking for a Harvey Humsey. You want my landlord's phone? 而这是10多年前美国的真实情况，整个小区100间房子，却只有4个人在住。这些人还不起房贷，干脆房子也不要了。大片泳池里只养了一只鳄鱼，眼看房价一直在涨，可买房的人却越来越多，越涨越买。
这奇怪的现象让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更加好奇，于是几人开始调查，他要看看银行和信贷公司到底是如何放贷的。他们找到房贷经纪人了解房贷行业的情况，两人说4年前每个月也就能办10几笔房贷，而近几年每个月就能卖出60多笔。公司有一种忍者贷款，不需要收入和职业证明，银行也会直接通过贷款申请。一笔固定利率的良性房贷他能赚2000，可做一笔可调利率的刺激贷他就能赚1万。为了赚提成，几乎没有被拒绝的房贷申请。接着他们找到投资房产的脱衣舞女郎，她在办贷款时工作内栏写上治疗师，就能选还贷方式多的可调房贷，这样他们房子的首付只要5%。男人说，可如果房价不再涨，他就不能重新贷款了，这样就会让他陷到房贷里脱不开身。如果等利率优惠期过了，月供涨到多少是多少，加上逾期的利滚利，可能涨到200%到300%。而女人有5套房子外加1套公寓房，这一定会让她深陷泥潭。几人调查后确定房地产确实有泡沫。就在几天前，他们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打错的电话，对面说他要做空房贷证券。而这个消息让敏锐的几人瞬间觉察到什么，他们查了资产担保证券指数，发现次级房贷证券的价值竟然下降了，这显然不对劲。紧跟着银行交易员贾瑞德来公司找到他们，他从银行家那听说有一个傻子竟然买了10几亿的房贷证券互换，赌美国房地产崩溃，这让贾瑞德很快预测到了正确的信息。为了能说服马克几人，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带来的华人数学天才，说他在国家数学竞赛中获得金牌，来证明他算的数据没有问题。接着贾瑞德拿出了一个积木，这就好比房贷证券的构成，最高的3利级最先偿还，最差的 B 级最后还。某处开始，有些 B 级或者2 B 级，从有点风险变成狗屎贷。最低的信用评分，没有收入核实，可调利率贷款就是狗屎，违约率已经到了1至4个百分点，等到了8%，那这些3 B 级的房贷也会一钱不值，因为不诚实的信用评价人的评估，被打包在一起的债务抵押债券被评成了3利级，而大量的出售这样的债券，会造成即将到来的市场进一步的崩溃下去，而这也意味着这些欺诈的问题贷款会造成经济的全面崩溃，但也是他们发财的机会。经理马克终于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房贷证券是狗屎， CDO 是猫屎包起来的狗屎。解释明白后，交易员贾瑞德开始推销他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，一旦房贷债券下跌，他就能获得10倍甚至20倍的回报，只需要每年支付保费就行。但杠精马克根本没那么容易说服。小的时候在犹太学院学法典，成绩优异，但他努力学习的理由只是想找到上帝福音中的矛盾之处。随后他就带着团队几人调查，结果却发现房地产真的有泡沫。他立马打电话给杰瑞德，买上5000万房贷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，做空目标是风险较高的3 B 级房贷债券，现在只需要等到更多的房贷断供，就能赚到数十倍的钱。买了保险后，马克逢人就问今天有没有人跳楼，他开始着急了。房贷断供已经破纪录，可次级贷证券一直在上涨，而且证券评级也一点没降，这明显不正常。接着他们来到评级机构，想问问他们是怎么评级的。刚开始女人还在用专业数据搪塞马克，但在他的猛烈追问下，女人不得不说，如果他们的评级不往高了评的话，那么他就去对手公司了。他们作假贷款风险评级，为了公司盈利，什么垃圾贷款都能评成最优质的3A。女人看出了马克是因为买了信用违约互换，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被看穿的马克气急败坏地找到贾瑞德，觉得自己被他骗了。贾瑞德却说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都出了问题，为了让他们相信房地产会崩，交易员让他们下周一起去拉斯维加斯，那里召开美国证券化论坛年会，你们会在那里找到答案。贾瑞德特意提醒马克不要打草惊蛇。可会议开始后，听到男人在台上说商业形势大好，利润也高，房贷还坚持着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时，马克还是没有忍住，他举手提出问题，说次级贷款的损失会不会最多升到5%封顶？男人说这是必然的，可马克却大声说 Zero，次级贷止损到5%的可能性为0。好在他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。接着为了让马克搞清楚 CDO 到底是什么，又给他介绍了个 CDO 经理。听了男人的解释，马克差点当场炸裂。原来 CDO 就是一大堆风险不一的贷款，经过层层包装后组成的类似基金收益证券。CDO 平方就像基金的基金一样，然后又做成合成 CDO。好比说赌桌上的 A 和 B 在对赌，这是第一个 CDO， 后面的 C 和 D 又在赌和 B 谁会赢，接着 E 和 F 赌 C 和 D， 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。5000万的 CDO 最终可以值几十亿。不过大多数人都会押房地产赢，可赌桌上总是靠运气，一旦房地产崩盘，所有人都会跟着遭殃。马克明白后，他决定投入5个亿买空男人手里所有的 CDO。他知道经济要崩溃了，而自己也参与在了这场赌局中。得知美国金融危机即将爆发，2个男孩竟然高兴的手舞足蹈。他们刚刚花了3000万做空房地产，赌美国的房地产经济瘫痪，他们也会因此大赚一笔。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，经济危机的到来将会有5万亿美元凭空消失，800万人失业，600万人无家可归，全国天台人满为患。男人生气地对2人训斥道：“你们现在在赌的是未来美国经济崩溃，这意味着失业率上升1%，死亡人数会增加4万人。”他们这才冷静了下来。2人是在老家车库创业起家，初始资金只有11万。他们的投资理念很简单，就是寻找那些收益跟风险严重不匹配的投资机会，一旦失利损失会很小，可一旦得利就能赚很多。于是几年间他们就把11万做到了3000万。接着他们来到纽约的摩根大通，想跟他们签署 ISDA 协议。ISDA 协议能够让投资者坐到大亨席位上，阻止愚蠢的新手扰乱高水平的交易，压住很大的交易员。如果没有 ISDA，
就像骑着羊驼想要赢得超级硬地赛车比赛冠军一样。但是像他们这种小公司，根本没有达到 ISDA 的资本准入门槛。交易员说他们还差10亿4700万。正当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们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推销资料，上面说房地产就是个大泡沫，整个市场即将要崩溃。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猫闻到了腥味，可是没有 ISDA 协议，他们就无法购买信用违约互换。于是他们联系了邻居本是曾经在华尔街退下来的交易员，但因为对金融厌恶透顶，于是选择金盆洗手。他们把资料发给确定了消息属实。CDO 就是包装精美的屎，他们想让帮忙搞定 ISDA 协议，答应了。Okay. Thank you, Ben. 第二天，他飞来纽约，带着两人来到德意志银行，借助的关系，终于拿到购买 CDS 的资格。可奇怪的是，房贷断供，房贷证券却更值钱了。这反常的走势让两人陷入了自我怀疑。此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，如果证券再不下跌，就要再交1年的保护费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他们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美国证券化论坛年会。在这里，他们了解到，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CDO 到底是什么。经过几人的调查，他们决定互换所有人不会拒绝的2评级证券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手里94%是3A级别，但其实顶多才有25%，剩下的都是垃圾证券。如果最差评级的证券有超过8%作废，就会导致最上面的证券也跟着雪崩。所以这些2A级别顶多就是 B 级，并且这个回报率是200比1，他们是根据现在评级来定价，所以低风险2的保费很低。现在没人会去做空2A级别的 CDO， 他们肯定会大方的接受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找交易员买互换，看到还有这种傻子，他们当然十分乐意。接下来就是等待美国经济的崩溃，而这一天也如期到来。各大金融公司申请破产，银行裁员，此时 CDO 的价值已经是0了，可次级贷资产价格却仍在上涨，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于是他们去找媒体，希望把这件事情报道给公众。所有银行现在都在转手这些垃圾证券，让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买单，这分明就是欺诈。但记者根本不相信银行和评级机构能干这种事。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爆仓，贝尔银行被集体诉讼，现在他们必须马上卖掉从贝尔买来的互换。他们赶紧找到在外度假的并让他抛售信用违约互换。在的帮助下，他们最终获得了巨大的利润，虽然没有赚数十倍，但也让本金翻了3倍之多。两个年轻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富有，但他们都对这个破碎的系统失去了信心。马克那边的互换却迟迟不卖，上司告诉他母公司因为 CDO 亏得即将破产，他们手里的互换保险赔偿金也会拿来抵押公司债务。手下都叫马克赶紧卖出，还能小赚一笔奖金。摩根士丹利也想高价买来续命，而固执的马克死活不卖，他要给他因为投资失败而自杀的哥哥报仇，让华尔街这些资本家大出血。不到银行快倒闭的时候绝对不卖。最早做空房贷证券的迈克尔，几年前买下几家银行的互换，银行一直耍赖不给理赔，直到经济彻底崩溃时，迈克尔才陆续拿到各大银行的理赔。一直想要撤资的劳伦斯瞬间就盈利了4.89亿，他的投资产生了489%。但见识过谎言充斥的金融市场后，他决定金盆洗手，退出金融行业。银行交易员贾瑞德不仅证明了自己是对的，也在从中获得了大量利润。马克经历经济危机后，从暴躁的性格突然转变。雷曼兄弟倒下后，马克说政府要出手了。这次和往常的经济危机一样，政府依然会用纳税人的钱保这帮银行家，所有人都会责怪是移民和穷人拖累了他们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，几百个银行和评级高管进了监狱，证券交易委员会被政府彻查，议会迫于压力不得不拆分大银行，进一步规范房贷和金融衍生品市场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想象，事实跟马克说的一样，银行把人们投资的钱拿走，用来给他们自己开巨额奖金，然后贿赂议会来驳回激进的改革，再把锅甩到移民和穷鬼身上，就连教师也跟着被指责。而发生这一切后，只有一个银行家被关进了监狱。这个倒霉蛋仅仅是瑞士瑞信银行的小职员，他在房贷证券中损失了10几亿。但金融危机的大银行来说，这些损失都是毛毛雨，最终要承担的还是普通人。金融危机尘埃落定，总共有5亿美元消失不见，包括养老金、房地产、存款证券等等。800万人失业，600万人无家可归。这还只是美国的情况。2015年开始，很多大银行发售10亿规模的定制分级机会投资，这其实就是 CDO 改了个名字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一定要小心避开。